欢迎回到我的任意门。这集影片带大家畅游中欧金三角奥杰匈，享受音乐之都维也纳、千塔之城布拉格以及多瑙河上的璀璨明珠布达佩斯，吃好住好，行程丰富，超高 CP 值，最后还有费用明细大公开，跟我一起旅行吧。这次搭乘阿联酋航空从台北飞往维也纳，中途在杜拜转机，利用转机时间杜拜一日游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这集杜拜影片，连结放资讯栏。我们在中午抵达维也纳机场，因为要搭乘下午5点的火车到布拉格，因此只有3小时的停留时间。如何做最妥善的安排呢？我们把行李寄放在维也纳中央车站后，步行到附近的美景宫，走路只要13分钟。美景宫美术馆里珍藏奥地利国宝克林姆的吻，这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艺术作品之一。进门之后有4根扛着屋顶的巨人柱子。来到2楼的大理石厅，这是上宫里最豪华的大厅。克林姆的吻，画作中这对甜蜜的恋人被一片片灿烂的金箔淹没了，明艳的花朵和缤纷的图案营造出一个绚烂的梦幻世界。接下来我们来到美景宫附近一家平价炸猪排店，虽然它的名气比不上维也纳最知名的100年老店 Philomiller， 但好吃且价格实惠，加上本身是酒厂，所以精酿啤酒也非常好喝，一餐下来才花费20欧元。吃饱喝足，我们回到中央车站，准备搭乘火车到布拉格，车程总共4个小时。抵达布拉格已经是晚上9点了，到饭店办理 check-in 后就呼呼大睡。第2天一早，在饭店享用 buffet， 早餐十分丰盛。这间饭店本身是17世纪的建筑，里面的装潢充满中世纪风情。布拉格是捷克首都与最大城市，被誉为欧洲最美首都。伏尔塔瓦河将城市分成东西两边，好拍好逛的布拉格景点相当丰富，充满艺术气息的城市，让人走到哪儿都像身在风景明信片中。在布拉格的第一站，我们直奔查理大桥。查理大桥建于14世纪末，距今已有660余年历史，横跨了捷克母亲之河伏尔塔瓦河，连接了分别位于桥两岸的布拉格旧城区和布拉格城堡区。街头艺术家、音乐家经常在桥上表演，桥上还有很多小摊位，贩售手工艺品和纪念品。桥上有30座石雕像，据说摸摸这些雕像能得到祝福和保佑。从查理大桥上可以欣赏到整个城市的美丽景色，无论是清晨日落时分，或是傍晚的夜景，都有不同的迷人之处。接下来我们到老城广场，这里就是蔡依林《布拉格广场》这首歌的地点所在，也是布拉格最热闹的地方。周围环绕着彩色的巴洛克式建筑、古老的教堂和塔楼，每天都有许多游客聚集在这里，欣赏街头表演和品味捷克美食。捷克小吃烟囱卷是东欧传统甜点，在捷克处处都可以看到贩售的摊贩，将搓揉过后的面团套在棍子外烘烤，最后再加上糖、杏仁、肉桂或核桃等，做出不同的口味。布拉
格天文钟位在泰恩教堂对面，是老城广场的必拍必看景点。天文钟安装于1410年，是至今最古老、最复杂的大型时钟。除了显示日期和时间，它还会显示日月方位、黄道、12宫星座等资讯。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9点的每个整点都会有报时秀。12尊雕刻精美的耶稣门徒像依序转出来，是游客来布拉格时一定不能错过的重点行程。晚餐选择 Parstar 餐厅，真心推荐不踩雷。Waiter 会把新鲜的鱼货端到桌边，烤鱼十分的鲜嫩，而炖饭最让我惊艳，是这辈子目前吃过最好吃的炖饭了。今天我们到新城区逛逛，因为非常喜欢穆夏的作品，特别安排参观穆夏博物馆。穆夏是捷克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，擅长描绘如仙女般的长发美人，并以花朵、树叶、水果、图腾等作为装饰，风格细腻。布拉格城堡是欧洲最大的古堡之一，坐落在哈德钦区的一座山上，拥有悠久的历史。城堡内包含圣维特大教堂、老皇宫、黄金像等著名建筑。圣维特大教堂位于布拉格城堡内，是城堡区最重要的建筑。建造始于14世纪，但一直到19世纪末才完工。这也意味着它融合了不同的建筑风格，包含哥德式、文艺复兴式和新哥德式等元素。圣维特大教堂是许多重要人物的陵寝所在，最著名的一个便是华丽纯银打造的圣约翰之墓。圣约翰因为不愿意将皇后告解的内容告诉国王，而被国王割了舌头后丢进河里。这座银色棺材使用2万吨的纯银打造，天使把深红色的木帘拉起，代表着将丢进河里的圣约翰拉上来。城堡区后段的黄金巷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。最初这条巷子是供守卫和宫廷仆人居住的地方，据传言这里曾经居住过一些锻金匠，因此得名黄金巷。这里曾经是捷克大文豪卡夫卡居住的所在，地点就是22号的浅蓝色小屋。卡夫卡也在这里写下许多作品。从黄金巷出来，城堡区的末端有个名为瞭望台的平台，在这里可以欣赏整个布拉格，也是适合拍照的好地点。瓦兹拉夫广场是新城区的中央地带，也是最热闹的地方。这个广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，最初它是一个马场，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布拉格的主要市场和社交中心。广场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，包括示威、庆典和政治集会。瓦兹拉夫广场是布拉格的文化和商业中心，拥有多家戏院、百货公司和时尚品牌。晚餐在这间温馨可爱的小店用餐，好吃又便宜，让我们不断加点，吃得超饱。结果2人还不到1000台币，真是动了想搬到布拉格住的念头。
隔天，我们搭飞机前往布达佩斯，1个多小时就抵达。布达佩斯是匈牙利的首都，坐落于多瑙河上，是匈牙利最大的城市，也是文艺和历史的重要中心。布达佩斯实际上是由2个城市合并而成的。多瑙河把其分成布达和佩斯2个部分，布达区古典优雅，佩斯区现代繁华，各有特色。先办理入住，我们会在这里住2晚。这间饭店坐落于市中心，是公寓形式，楼下有许多餐厅酒吧。虽然交通方便，但晚上音乐声很吵，我要戴耳塞才能入睡。喜欢安静的朋友们可能要慎选哦。饭店墙上有张世界地图，旅客们会把自己国家的钞票钉在地图上，找找看新台币在哪里。布达佩斯第一站，我们来到纽约咖啡馆。纽约咖啡馆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咖啡馆，以其华丽的室内设计和历史悠久的背景而闻名。咖啡馆内会有现场音乐表演，增添一层浪漫氛围。接下来是重点行程夜游多瑙河。我们搭乘的是 Legenda Cruise 游艇，设有宽敞的甲板以及现代化的设计，提供多国语音导览，针对沿途景点详细解说。多瑙河的夜景非常迷人，沿途经过许多著名的建筑和景点，包含国会大厦、布达城山、马加什教堂、塞切尼链桥等。夜晚的灯光点亮，金碧辉煌，璀璨耀眼，来布达佩斯一定不能错过。来到旅程的第5天，一早我们来到渔人堡。渔人堡位于布达城山上，俯瞰多瑙河，可以欣赏壮观的城市全景。马提亚斯大教堂就在渔人堡的旁边，教堂建筑风格独特，结合了哥德式和新哥德式风格。它的尖塔、精美的石刻和彩色玻璃窗，增添这个建筑的壮观及美丽。下山时搭乘这个特别的缆车。盖特勒浴场是匈牙利最著名的温泉浴场之一，历史悠久，可以追溯到13世纪。盖特勒浴场是典型的匈牙利建筑，拥有维多利亚式和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外观，充满华丽的细节，包含拱形窗户、雕刻和色彩缤纷的马赛克。浴场有多个室内和室外温泉泳池以及水疗中心。泉水含有矿物质和疗效成分，对健康有益。泡完温泉，全身热乎乎，到塞切尼链桥走走。塞切尼链桥常出现在明信片上，
是布达佩斯最著名的桥梁之一，也是城市的重要地标。建于19世纪，于1849年首次开通，将布达和佩斯这2个城市连接起来，标志着城市统一。推荐白天跟晚上都来走走，夜晚灯亮后有独特的美。来到旅程的第6天，匈牙利国会大厦是布达佩斯的标志性建筑，坐落在多瑙河畔，是匈牙利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象征之一。建筑风格被称为哥德复兴风格，具有典型的中世纪哥德式元素。它的立面由红色和白色石材建成，并带有尖塔、拱形窗户和精致的饰物，内部更是富丽堂皇。议员们开会中场休息时总爱抽根雪茄，这是放雪茄的架子，架上还有编号，才不会拿错雪茄哦。塞切尼温泉浴场是欧洲最大的水疗浴场之一，壮观的建筑结合了新古典主义和洛可可风格，有大理石立面、圆顶和精致的装饰，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皇宫中。独特的室外游泳池，世界绝无仅有。虽然现场大多是阿伯，没有看到六怪姬猛男，但还是强力推荐，一定要来泡泡这里的温泉。在里面在滚来滚去啊。泡完温泉，依依不舍地离开美得令我惊艳的布达佩斯，搭乘下午的火车回到维也纳。抵达下榻饭店后，就早早休息了。隔天一早便造访赫赫有名的熊布朗宫。这个熊布朗车站还保持着原先2战时的样貌，颇具特色。熊布朗宫又被称为美泉宫，曾是神圣罗马帝国奥匈帝国的御用宫殿，建筑采用金色和黑色，是长期统治着奥地利的皇室哈布斯堡家族的代表颜色，总面积达 2.6 万平方米。它的华丽程度和大小仅次于法国的凡尔赛宫。传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狩猎途中在此地休息，发现泉水清澈，味道甜美，故赐名为美泉，这就是美泉宫的名称由来。因宫殿内部禁止拍摄，我们来看看宫外的皇家花园。两侧种植着修剪整齐的绿树墙，墙内有44座希腊神话的人物雕像。此时正值冬季，有种萧瑟之美。差不多肚子饿了，来到被誉为世界10大最美咖啡馆之一的中央咖啡馆。从1876年开业至今，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。一进门就会看到奥地利著名诗人彼得·艾顿伯格的蜡像。他的名言：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馆，我不在咖啡馆就在前往咖啡馆的路上。挑高的拱形天花板和古典主义风格的装潢，点心柜里每样甜点看起来都好可口。最后点了奥地利的传统甜点皇帝煎饼，口感类似鸡蛋糕，上面撒上了糖粉装饰，搭配莓果酱，分量非常大，建议2人分食，不然会腻。圣史蒂芬大教堂是维也纳最重要的教堂，历史可以追溯到12世纪。这座古老教堂经历过维也纳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，也见证了奥地利的兴衰。教堂的建筑风格主要是哥德式，其中最著名的特色之一是南塔尖，高达 136.7 米，是维也纳市区最高的建筑之一。教堂的屋顶是由彩色瓦片构成的复杂图案，形成了一幅美丽的艺术品。
屋顶上方左边是奥地利共和国的鹰徽，右边则是维也纳市的鹰徽。教堂以其壮观的典礼场所而闻名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莫扎特的婚礼在此举行。来到旅程的倒数第2天，早上造访了霍夫堡皇宫。如果说熊布朗宫宛如夏天的太阳般闪耀，霍夫堡皇宫就像那冬天的一片雪花。因为在奥地利的皇家传统中有个规定，新任皇帝不可以睡在旧任皇帝的寝宫中，所以霍夫堡皇宫不断的扩建，也因为这样才有着无数的博物馆。其中最主要的博物馆有3个：茜茜公主博物馆、皇家公寓、皇家银器收藏馆。因为馆内禁止拍摄，我们讲一下热度最高茜茜公主博物馆。茜茜公主被世人称作欧洲最美丽的皇后，但她的一生却是凄凄惨惨戚戚。话说茜茜公主从小在德国长大，热爱骑马，喜好自由，生活得无忧无虑。殊不知意外被奥地利皇帝法兰兹·约瑟夫一世看上，嫁进奥地利皇室后，非常不习惯宫廷的生活，许多规矩礼教让她感觉很被约束，加上有个控制狂婆婆，所以越来越抑郁。茜茜公主十分爱美，每天要花2小时打理她及地的长发。据说她一生维持腰围19寸，之后还得了厌食症。造访完茜茜公主博物馆，也像是走过她的一生。或许没有加入皇室，她的人生会快乐许多。接着我们来到霍夫堡旁的莫扎特纪念碑，由大理石制成，前面是一片草坪，中间有用花卉拼成的高音符号。莫扎特是我最喜欢的音乐家，没有之一。想到这位伟大的天才传奇的一生，但最后穷困潦倒，心里不胜唏嘘。为了转换心情，到附近一间知名冰淇淋店，口味超多，价格实惠，重点是非常好吃。最后我们参观 Albertina 博物馆，博物馆门口的这尊雕像，几乎所有人都会拍照，推荐给喜欢当代艺术、后印象派、表现主义的人进去参观，而且可以拍照哦。来到旅程的最后一天，因为下午要搭飞机回台湾，我们只去了一个景点——普特拉游乐园，搭乘全世界最古老的摩天轮。维也纳摩天轮高65公尺，可以从高处俯瞰维也纳市景。车厢是复古的红色，可以容纳约15个人。知名电影《爱在黎明破晓时》有在此取景。整部戏的高潮，男女主角第一次亲吻的地方就是在这部摩天轮上，是不是很浪漫呢？去机场前，我们来到维也纳最知名的炸猪排100年老店 Wilhelmiller， 一定要点比脸大的炸猪排哦。最后公开这次奥杰兄9日自由行的总花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你的鼓励就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